日本又在釣魚島搞事了，深夜派漁船非法闖入，還敢倒打一耙，謊稱中國入侵。他們似乎忘了，如今的中國早已不是任人拿捏的軟柿子。4艘海警艦直接包圍，多門水炮壓制。這場3小時對峙不僅是驅離一艘船，更是宣告舊時代的侵略套路在今日中國面前徹底失效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家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。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北京時間12月2日凌晨1點25分，2艘日本船只像偷雞摸狗的宵小，悄悄切斷 AIS 信號，鬼鬼祟祟闖進了中國釣魚島領海。一艘是打着捕魚幌子的瑞寶丸號漁船，另一艘則是暗藏殺機的日本海上安保廳巡邏艇。這拙劣的漁船加巡邏艇組合，活脫脫複製了當年日本界士兵失蹤挑事的老套路，簡直把碰瓷2字刻在了船舷上。但他們顯然忘了，如今的釣魚島海域早已不是他們能隨心所欲撒野的地方。中國海警的雷達早就像一雙不眠的眼睛，把這2個不速之客的行蹤看得一清二楚。警報聲響起，海警2901艦、3901艦這2艘萬噸級海上移動城堡立刻起航，海警2302艦、2102艦緊隨其後，4艘艦艇呈4點包圍之勢，朝着目標疾馳而去。短短幾十分鐘，原本還在海域內故作鎮定的日本船只就被中國海警艦牢牢鎖定，插翅難飛。接下來的畫面堪稱大型打臉現場，中國海警先是用擴音器發出嚴正警告，日語中文雙語循環播放，聲音在夜空中鏗鏘有力。這裡是中國領海，請立即離開，否則將採取必要措施。可瑞寶丸號還想裝糊塗，磨磨蹭蹭不肯動彈，妄圖用作業捕魚的借口蒙混過關。見狀，海警艦果斷逼近，距離壓縮到不足800米，探照燈瞬間亮起，刺眼的光束把日本船只照得通體透亮，船上船員的慌張身影都看得一清二楚。更絕的還在後面，海警艦上的炮衣被迅速摘除，火控雷達牢牢鎖定目標，高壓水炮系統完成衝壓，黑漆漆的炮口和蓄勢待發的水炮形成強烈威懾。小編猜測，當時瑞寶丸號上的船員怕是嚇得腿都軟了，畢竟一邊是噸位不足1000噸的小漁船，一邊是配備先進裝備的萬噸巨艦，這差距堪比自行車對決坦克。隨着一聲令下，高壓水炮轟然啟動，一道道白色的水龍噴湧而出，精準朝着瑞寶丸號的甲板噴射而去。這可不是普通的滋水槍，高压水流的衝擊力足以讓甲板上的人站不住腳，既沒造成人員傷亡，又狠狠挫敗了對方的囂張氣焰。日本船員慌忙四處躲避，原本還想硬撐的巡邏艇見狀，趕緊掉頭想逃，卻發現早已被中國海警艦堵死了所有退路。這場深夜對峙整整持續了3個小時，對日本船員來說，每一分鐘都是煎熬。在絕對的實力差距和中國海警的堅定態度面前，他們的挑釁如同以卵擊石。凌晨4點多，再也撐不下去的日本船只終於慫了，灰溜溜地調轉船頭，加速逃離了釣魚島領海，活像一群被打跑的喪家之犬。而中國海警艦則繼續在海域內巡邏，確認無異常後，才於清晨返回補給，全程動作專業，有條不紊。上午8點51分，中國海警官方發布通報，清晰陳述了瑞寶丸號非法闖入，中方依法驅離的全過程，語氣平靜卻字字千鈞。可這邊中方剛通報完，日本媒體就開始顛倒黑白，公然宣稱中國海警艦闖入日本尖閣諸島，被日方警告驅離。這番睜眼說瞎話的操作，簡直把厚臉皮發揮到了極致。不過，日本顯然低估了中方的反制力度。事件發生當天，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就再次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，不僅揭露了日本非法闖入中國領海的事實，還戳穿了他們長期以來的虛偽面目。2次致函聯合國，一次表明立場，一次揭露真相，中方的態度再明確不過。對於任何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，我們絕不姑息；對於任何顛倒黑白的謊言，我們必將戳穿。小編覺得這波反制既體現了中國的大國擔當，又展現了維護主權的堅定決心，讓日本的碰瓷伎倆在國際社會面前暴露無遺。
可能有人會問，日本為什麼總盯着釣魚島不放？答案很簡單，一是覬覦其豐富的資源，二是妄圖爭奪地緣優勢。釣魚島面積雖只有 3.91 平方公里，但其周邊海域蘊藏着高達800億桶的石油油氣資源，還有豐富的礦產和名貴中藥材，堪稱東海明珠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位於琉球群島和中國台灣島之間，地理位置十分關鍵，誰掌握了這裡，就多了一份戰略主動權。但無論日本怎麼折騰，都改變不了一個鐵一般的事實：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。早在南宋時期，釣魚島就被納入中國版圖，歸屬福建管轄，成為中國漁民的傳統漁場。千百年來，中國漁民世世代代在這片海域捕魚作業，留下了無數生活痕跡，這些都是無法辯駁的歷史見證。日本對釣魚島的覬覦始於19世紀明治維新後，1879年，日本吞併琉球王國，將琉球群島納入版圖，隨後便把目光投向了釣魚島。1894年，甲午中日戰爭，清政府戰敗。1895年，李鴻章代表清廷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，將台灣及其附屬島嶼割讓給日本。釣魚島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被侵占歷史。二戰結束後，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，日本應將竊取的中國領土全部歸還。可美國卻從中作梗，與日本簽訂舊金山合約，私自將釣魚島納入托管範圍，實際由美國控制。1968年，聯合國在釣魚島附近海域勘測出豐富的石油資源，這讓日本動了歪心思。作為美國的盟友，日本通過利益交換，從美國手中接過了釣魚島的管理權，還厚顏無恥地將其改名為尖閣群島，試圖通過改名、立碑、寫入憲法等方式將侵略行為合法化。面對美日的非法交易，中國政府從未承認。1971年，中國發表嚴正聲明，明確指出美日之間的任何協議都是非法無效的，釣魚島的主權始終屬於中國。但當時中國海防力量薄弱，1000噸以上的巡邏艦不足20艘，沒有專門的海警機構，難以實現對釣魚島海域的常態化巡航，這也讓日本的挑釁有了可乘之機。真正的轉折始於一次次的正面交鋒。2010年秋天，漁民詹其雄駕駛160噸的漁船在釣魚島附近海域正常捕魚，卻遭到日本巡邏艦的無理驅趕。日本船只自視噸位大，囂張地阻擋漁船前進。忍無可忍的詹其雄果斷開船撞向對方，打響了民間維權的第一槍。雖然最終漁船被日本艦艇包圍，詹其雄和船員被非法扣押17天，遭受了非人的虐待，但他們始終堅貞不屈。回國後，詹其雄在機場大聲吶喊：釣魚島是中國的領土，日本的扣押是非法的。詹其雄的遭遇刺痛了每個中國人的心，也讓國家更加意識到海防建設的緊迫性。此後2年，中國加快了海警船的建設步伐，巡視頻率大幅提升。2012年，日本上演購島風波，妄圖將釣魚島國有化。這一次，中國不再隱忍，多艘大噸位海警艦率領漁船編隊直接抵近釣魚島海域，與日本10幾艘巡邏艦正面硬剛。當時中國海警艦的最大噸位已超過1萬噸，僅4艘巨艦就把日本巡邏艦撞得七零八落，狼狽逃竄。這場勝利讓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掌握了主動權。2013年，中國海警局正式成立，專門負責海洋維權執法，釣魚島海域的巡航從此有了專業力量保障。日本並未就此收手。2022年夏天，岸田文雄上台後，右翼勢力猖獗，再次派遣漁船和巡邏艦闖入釣魚島海域，企圖挑起摩擦。但這一次，他們面對的是更加強大的中國海警1302編隊，全部艦艇傾巢而出，噸位更小的日本艦艇根本不堪一擊，被紛紛驅離。事後，日本媒體報道，有日艦負傷，中方雖未承認撞擊行為，但不少網友調侃，大概是逃跑時太慌張，自己追尾了吧。3次交鋒，3次勝利，中日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強弱態勢徹底逆轉。2022年，中國海警在釣魚島海域巡航336天，2023年這個數字提升到352天。2024年伊始，日本共同社就報道稱，中國計劃實現每日不間斷巡航，而中方明確回應，巡航與否是中國的內政，與日本無關。這一連串的數字背後，是中國對釣魚島實際控制的不斷鞏固，是海防實力的飛速提升，更是國家主權不容侵犯的堅定立場。
從南宋納入版圖到近代被侵占，從漁民自發維權到海警常態化巡航，釣魚島的歷史變遷見證了中國從積貧積弱到強盛崛起的全過程。日本那些所謂的主權主張沒有任何歷史和法律依據，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謊言。那些頻頻上演的碰瓷鬧劇，除了徒增摩擦，根本改變不了釣魚島屬於中國的事實。這片海姓中不姓日，這個道理希望日本早點明白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